你敢抢朕的女人？请父皇赐儿臣一把剑，我要自刎归天。查了户部3天了，还没个结果。请父皇赐毒酒，送儿归天。听说你还当街杀人，那你倒是弄死我啊！宫九，你给朕分析一下，太子活爹这是怎么了？陛下，太子爷大概率是疯了。别猜了，老子只想死，死了就可以成仙了啊！那你自杀啊！别老是害老子啊！系统说自杀的不算，还给家属姓点呢。啥？死了就能成仙？那我现在就自杀。任何主动自杀行为都会被检测到，别想卡巴卡。意思是还有被动自杀？被动自杀就是大量作死行为，比如挑衅强敌被杀、故意触犯律法被杀等等。这就好办了，绑，抓紧给我绑上。太子爷，皇上正到处找您呢。那正好啊，上西天喽。这太子爷今天变性了，以前只要听到皇上召见就吓得浑身发抖，怎么今个迫不及待的样子？午夜，朕让你查户部，这已经3天了，为何一个折子都没递上来？你身为太子，难道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？请父皇赐儿臣一杯毒酒，送儿归天。你这畜生，是中了风还是失了心？你方才说什么？让朕赐死你！老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何意？父皇，这是您新封的沈婕妤贴身之物。父皇，您没想错，是儿臣干的。儿臣实乃禽兽之刑，天地难容，还有何脸面留在人间？请父皇立刻赐酒毒死，或能保存一点皇家体面。等会儿毒酒一喝，忍那么一忍，老子就飞升成9界仙王了！哈哈，妙妙妙！朕看了你30年了，这还是第2次，你肯对老父亲袒露心声，而且自认罪行，也算是敢做敢当。朕忽然想到你5岁那年，就在这养心殿里，不小心摔碎了朕最爱的那柄玉如意。那年那日，你也是这般敞开心扉，自承过错。朕那时就觉得没选错你这个太子。这也可以？不对啊，沈疏影只是个婕妤，说白了就是个高级宫女而已。为了这么个女人，杀自己培养了30年的太子，正常皇帝都不会干的，吃算了啊！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受原价10年。朕会马上赐死那个沈婕妤，对外就说暴病而亡。你回去读书养性，好好悔改。不可，父皇，沈疏影可是我挚爱，您可不能夺我所爱啊！背个胆，还想跟朕讨价还价？这皇宫之内，你做的丑事，真以为可以瞒得过我？朕杀一个婕妤，护的是大雍的江山社稷，是皇家体面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？他急了，好机会！儿臣身为太子，大雍皇族至尊血脉，如果连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，那还当什么太子？不如直接死了算了！我要自刎归天。好，说得好，你是在讽刺朕吗？朕当年就是没护住自己最爱的女人啊！你母亲刚有身孕，朕就御驾出征了，生你的时候难产而死。也罢，那就让沈疏影出家为尼，永不入宫。朕只能为你做到这一步了。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魅力加持，让宿主更容易获得他人信任和喜爱，降低了死亡的概率。他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脑子有问题了？自己这样的太子还能留？我真想掐死他！对啊，世君啊，父皇，儿臣想要沈疏影，请父皇将他送到太子府，否则别怪儿臣不孝。是地震啊！这房梁可以直接砸死我啊！朕没事，太医呢？快去看看太子怎么样了。皇上，都怪臣动作太慢了，太子的那点擦伤都已经愈合了。莫非因为他是朕选定的太子，未来必将继承大统，所以有天命护体？不错，正是如此。来人，太子救驾有功，送回东宫安养。另外，把镇内庭所藏的那2只百年野山参也一起送去。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被动逐级金刚护体功，身体素质大大加强，以后更难死了。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太子爷别闹，我看你是想不开啊。来啊，不砍死姑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太子爷，您原来都知道了，是小的对不起您。10年前，小的奉大皇子之命潜伏您身边，每日将您东宫的事禀告给了大皇子。太子爷对小的恩重如山，小的却恩将仇报，实在无颜苟活于世。看着死去的贴身侍卫，楚夜人麻了。此时，其他侍卫在死尸身上搜出了一张密函，正是他今日要交给大皇子的密件。厚葬了吧！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100%空手接白刃，大大减少了面对坚刃的死亡可能。历史上有个皇帝就因为太过暴虐，差点被宫女勒死。小桂子，从现在起，所有人都不许吃饭喝水，现在就跪在外面，等姑睡醒了，今晚就把你们全体活埋。一觉醒来，已是午夜时分。楚夜失望地坐起，身边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小桂子，而外面人影晃动，传来阵阵脚步声。外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爷，您今日大展神威，巧用妙计，结果咱东宫里那么多奸细，竟然全都认罪了。
皇上说了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而且听养心殿的太监们说，皇上对太子爷您的雷霆手段十分赞赏呢。我他妈！奴婢恭喜太子爷，您的圣卷又回来了。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寿元30年。好嘛，这下光寿命都加到100年之后了，想快点死，能不能成为9界先帝，全看兄弟们给不给力了。大皇子性情暴虐，先去找他试试。老大，我有事与你密谈，让其他人都下去吧。嫂子是自己人，倒也不用回避。老大，你安排侍卫潜伏我东宫太子府，还意图行刺，此事可是有的。太子殿下，此事从何谈起？一定是有人诬陷我夫君。人证物证俱全，大嫂可能也不知道实情。老大，你说呢？东宫太子府早就被渗透成筛子了，不光是我，哪个兄弟没安插人进去？但行刺太子，我可真没这个胆量。你可知我看到这封信，心里有多难过？我也没禀告父皇，连太监随从都没带，就这么跑过来见你，只为听你一句实话，为何要加害于我？这傻太子拿着证据，没告诉任何人，也不带随从，悄悄进了我府，这题我会啊！等等，我信他个鬼！这是卖个破绽给我，引我动手啊！我若真起了那心思，全家难保。小银，你跟我来一下。王爷，太子所说之事，难道是真的？此时说什么都解释不清了，咱们全家老小大祸临头了。若言，如今只有你能救我们一家了。这话怎么说的？我只是一介女流，能有什么用？若云，你是否发现太子爷一进来就盯着你挪不开眼？看来也只有你才能。荒谬！王爷您怎么能出这种主意？这悖逆人伦之事，妾身决做不出来。你得替我想想，替咱们王府想想。还有，岳丈如今还领兵在外，要是受咱们牵连，那亡的可不仅是咱王府一家，还有你们萧家啊！这太好了，估计大皇子正在准备动手吧。太子爷，请随我入内室，臣有一物可以洗脱冤屈。这肯定安排好了，2000刀斧手，希望到时候他们动手利落点，让老子少受点苦。好家伙，大皇子手段还挺高明，竟然在床上安排了杀手。少嫂，我并非此意。妈呀！太子爷，臣的冤屈该洗清了吧？洗清个屁！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老大，你现在就去父皇那里告状，将古所作所为都说了，让父皇赐我一死可好？狗比畜生，还在试探我。太子爷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您可什么都没做啊，只是来臣府上吃了顿饭而已。你就是个废物。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终极金刚护体提升为终极金刚护体。公大，太子深夜入大皇子府，直至此刻还未出来，可知他在做何事？皇上，太子入府留宿一夜，大王妃萧若云陪睡，大皇子守于卧房门外，做了一夜少尉。楚夜这个畜生秽乱宫闱，被逆人伦，该杀！朕今日就召见群臣，废了他太子之位，让公九来见朕。皇上，小九来见您了。你跟在太子身边多少年了？奴婢是3年前修成宝典后才去了太子身边伺候。公大他们说你是密卫中难得的天降之才，他们都是花了至少40年才修成，而你只用了20年。都是兄长们的爱护，奴婢不敢以此自傲。放你在太子身边是朕的密旨，朕不是有意监视太子，只是他身边不放个密卫，委实是不放心啊。你说的都对。朕现在问你，这几日太子可有异常之处？据奴婢看来，太子爷他什么？怎么跟朕都含含糊糊的不说实话？太子爷他似乎有意求死。照你这么说，太子是要自杀？并非如此，太子爷虽是一门子想寻死的模样，却从未有自杀的迹象，而且吃得好，睡得香。楚夜这孽障，莫非是一心要死在朕手里？他是有多恨朕，陷朕于不义，那后事实笔如刀，又会如何说朕？奴婢觉得太子爷疯了。那日殿中，朕看那畜生言辞慷慨，神清气爽，绝非痰迷疯癫之状。也许是被人眼阵了。何人敢害朕的太子？你要是这么问，那嫌疑犯可就多了去了。公九，朕赐你金阙密折，从此刻起，太子有任何异常之处，都要随时报朕。赵爷出行还不麻利的避开，找死吗？这个赵爷是谁？如此嚣张？是九皇子府的赵管家，看这模样是驾着马车为九爷采购的。那个不长眼的，竟敢砸咱们九爷的车！这本人。赵管家眼神扫过楚夜身上衣着，猛看到他腰间那条带子，脸色猛然一变，变得格外谦卑。这位爷，看来是场误会。这批刚才不是挺嚣张吗？怎么忽然怂了？要是我当街杀了人，会不会有人来抓我？我拘捕就直接被打死。是小人当街乱闯，乱了规矩。这位爷，您打得好。等下顺天府的人来了，你不可报出孤王名字。
这样吧，你还是回太子府为孤王准备点吃的吧。太子爷这时候奴婢岂能离您而去？滚回去！敢违抗孤的命令吗？太子爷的风症是越来越严重了。该这叫啥？皇城重殿竟有狂徒目无王法，挨奏行凶。来人！大人，您不能就这么去啊！为何？小人在闹市亲眼看到了案发现场，就知道大人要去拿贼，所以拼命赶来阻拦。你说清楚噻！死者是九皇子的管家，当街纵马，冲撞百姓，而杀人者腰间系着赤龙金丝带。杀人者竟是太子爷？不错，那条腰带是皇上亲赐，但凡是在皇城混的，早就牢牢记在心中。大人您上任的时候也曾看过的。这是兄弟夺嫡，小肠之乱啊！若本官真进去，纵有10颗脑袋都不够使的。如今最麻烦的是，太子爷不走也不逃，就在大街上站着，似乎等着您去呢。用意十分明显，太子爷这是在试探您，您一旦出面，总归要表态的。到时候您说错一句话，就会被打入八爷党；但若是偏袒太子，又会被八爷、九爷他们记恨，指不定手下人就上书弹劾。老夫子，我身为顺天府尹，职责在身，总不能坐视不理吧？罢了，缺道也只有装疯卖傻了。怎么才来了这么几个人？应该都是高手，这下可以打死我了吧？我说几位？英雄好身手，吾等自愧不如。天啊，这位英雄竟然练成了无形剑气！这位英雄，本官职责所在，必要拿你归案。那你过来。好手段。这几个货演技也太垃圾了吧！肯定是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搞得我跟个傻子一样。5次求死失败，奖励我呸，惩罚一会到这，到时候你自己看吧，反正老厉害了。爷，快走吧，今日是大朝会，皇上让你抓紧滚去见他。我当是什么事呢？孤王偏就要违抗圣旨，得罪了。诸位，孤王写了一份自罪折，上面所言10大罪，全都是孤王一身所犯，请诸君一起围观。李相公，孤现在命你过来看折子，你若不看，孤就按着你的脑袋看。那老夫就看看。哎呀，卧槽，卡倒了！快来人扶我休息片刻，太子有令，等休息好了，我还是要看折子的。你李清月身为朝廷2号大臣，内阁宰相，竟然如此耍赖！皇上驾到！这就是你写的自罪折，写得很好，下次不要再写了，烧了吧。且慢，儿臣有话说。阿巴，卧槽，我这是被高手制住了，说不了话了。不对啊，小桂子怎么不关心我？难道他？太子爷，您哪儿不舒服？为何一言不发？完了，你这时候才问，更是可疑。诸位爱卿，有件事朕已思量多日，却很难决定。太子妃早逝，朕要为太子选个新妃子。诸位爱卿可各举贤淑女子，年15以上，20以下，不论贵贱，畅所欲言。太子乃国本所系，太子妃一事就是国之大事。臣以为应命礼部会同司礼监，征选良淑女子，以充东宫。你这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？臣举荐一女，首辅徐相国家中小女，人品端庄，姿容秀丽，且知书达理，实为太子良配。臣不敢，臣家中小女野蛮成性，面貌丑陋，实非太子良配。徐爱卿，朕倒是觉得挺不错的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继续演，瞎子都能看出来，你们这是内定了啊！哎，封建社会害死人，娶媳妇自己都做不了主。菩萨保佑，让太子妃快点入宫吧，这样咱太子爷也有人照看了。老师就俩人，不是这个事啊。小桂子，这里竟然有2万两银票，你看，全都是1000两一张的。太子爷，这是咱东宫最后一笔银子了，您别伤心，虽然少，但也能应急。2万两你还嫌少？这可是一笔巨富。堂太子爷没见过钱吗？小桂子，这1万两你拿去捐给户部，就说黄河水患，百姓受苦，孤王心中不忍，所以拿出半数身家，以解百姓之难。猫啊，太子爷这不是捐钱，而是要所有人都知道，堂太子府只剩下2万银子了，奴才一会就去。这9000两你拿着，用来买些消息情报。买什么消息情报？今儿晚上你给姑好生查查徐文清那个小女儿的事，寻常消息姑不爱听，得挖些真材实料出来，可明白？就是那些见不得光的私密事。用区9000两去收买相府的后宅私事，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事吗？你现在就去，孤王等你的好消息。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今晚就顺便考验一下。太子爷渣，这大晚上的去哪花钱买情报？我还是自己去碰碰运气吧。卧槽，小桂子，这难道就是徐家女儿姑的太子妃？
太子爷，你想媳妇想疯了吧？这位是徐府的大总管王婆，外号千手观音，精于计算，账目分毫不差，智谋过人，堪比诸葛亮了。我寻思着太子府缺个大管家，就给扛回来了。东宫太子府，你是太子爷？天老爷造化，我王13乡也有一日能做太子管家了。王管家，你这是何意？公公，您是我的大恩人，也是大贵人啊！如果今夜您不带我离开相府，老身可能就上吊死了。婆婆，您这是为何？我有个儿，他爹本来也是相府管事的，后来因为办事时偷喝了点酒，被老爷叫人用鞭子抽死了。我跟儿子相依为命，却想不到那傻小子爱上了夫人身边的丫鬟春红。春红那个狐狸精，骗了我儿子10两银子打金钗，转身就告了夫人。结果我可怜的儿被活活用磨盘压死了。婆婆，以后就留在东宫吧，你那血海深仇，定要讨回个公道。我是奴仆家的女儿，出生就是奴仆，难道真的可以报仇吗？那是以前，如今你已是东宫太子府管事，按照朝廷制度，官名叫做太子家令，可是正五品呢。太子爷，王管家说了，原来那徐府小姐在外面有男人。细说。徐府千金徐令薇年方18，花容月貌，号称才女。这徐令薇偷偷出去参加什么诗会，结果认识了一位李姓公子，听说还是新科状元呢。小桂子，李姓少爷又是最新一科的状元，这太好猜了。李玉衡，也就是那个2号吏部尚书李清月的独生子，太他妈有意思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李清月是否知道儿子跟徐令薇有染？他必然是知道的，否则不会在朝会上那么拼命的举荐徐令薇做太子妃。至于李清月的动机，那就更值得玩味了。走，出宫，你带我飞出去。太子爷不可，您一走，禁卫就会发现的。看我眼色行事。各位兄弟辛苦了，孤王放你们3天假，都退出去吧。太子爷，咱玄武卫是奉君上之命，守护东宫，出了圣旨，那是谁也没法调动的。哦，那就是不给孤王面子了。你叫什么啊？臣乃玄武指挥使萧剑，兰陵萧氏长子。哦，是你啊！成仙的机会这不就来了？激怒这货，我不就死了？前几天你妹子纱帐之内委曲求全，你妹夫秉烛在外守卫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敢对太子亮兵刃，以下犯上，罪不容诛。小桂子，你这么牛逼的吗？孤王看你是条汉子，自己辞去玄武禁卫指挥使一职，就来我东宫做个贴身侍卫吧。这货是脑袋有问题吗？太子爷，这萧剑可是要弑君的，他对您现在肯定满腔仇恨。难道太子爷竟有如此度量？明知我想杀他，还要收留我做侍卫？别废话，就这么定了。小桂子，孤王知道你轻功了得。太子爷，奴才有欺君之罪，其实奴才是。孤知道你是密卫，从你来到东宫时，孤王就知道了，所以不必惊慌。太子爷都知道，你本该忠于父皇的，竟愿意说出这些秘密，委实难得。如果你能帮孤王做件大事，那孤王会让你得道成仙。爷要奴婢做何事？嘎了孤！太子爷别闹，你这还是想弄死我啊？检测到宿主连续2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初级拳脚闪避，惩罚宿主被动高级进攻护体功提升为大师进攻护体功，身体素质再次得到加强。我尼玛，或者不停的送死也是一条成仙之路。小桂子，起来吧，孤以后不会再说这些疯话了，带我去相府。不知太子深夜来访，所为何事？来瞧瞧孤的媳妇儿。太子，此局与礼法不合。徐相别误会，孤王失手而已，并非怪责你。管家，去请小姐。太丑，孤王有些看不上。看不上？本姑娘还看不上你呢。一个30年废物太子，除了生得好，还有什么本事？臣女自知蒲柳之姿，难入殿下法眼，只不过略有些虚名才学，恰好最近填了手小令，还请太子爷品鉴。这不是他做的，而是新科状元李玉衡赠给他的长相思。不知道太子能看懂吗？垃圾，可惜了一张好纸，出去找个乞丐给他当厕纸。你敢？敢对爷张牙舞爪。长相思不是这么写的，姑现在随便写一首给你看看。一重山，两重山，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丹，菊花开，菊花残，塞雁高飞人未还，一帘风月闲。绝皮啊，你这一耳光挨得直，太子亲自作词，也算一段佳话。别他妈拍马屁了，小桂子，你去李府请状元李玉衡过来。奴婢这就去，太子爷的安危可就交给你们徐府了。贵公公放心，只要在徐某府内，无人能害太子。太子爷，您为何要请李玉衡来？那个李玉衡如今做什么官啊？
翰林院修撰正六品，不久前吏部考评卓异，所以皇上有意升他为东宫讲读。李玉衡是吏部尚书的儿子，考评要不是卓异，那就怪了。李公子满腹才学，在翰林院编修典籍，人人称赞，考评卓异是他的真本事。徐令威，你是大家闺秀，深藏府中，怎么对翰林院的事这么清楚啊？是老臣多嘴，在家人面前称赞过李玉衡，还说了翰林院的事，被小女听到了。徐相国，姑没问你，问的是令威。是我听父亲说起过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李玉衡在翰林院跟人吵架，差点烧了四书院的事，令威你也听老相国说了？有这事吗？糟了，太子这是在耍诈。此事也听父亲说过，但小女子以为肯定是跟李公子吵架的人不对。李玉衡从未跟人吵架过，那是姑瞎编的，而你呢，也是在满口瞎编。老臣有错，没教好女儿。姑在跟凌威说话，老相国如果不满，可以回避吗？臣有罪。其实小女跟李玉衡幼年便认识，所以对李玉衡的事略有了解，也一语之间难免有所偏向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何不早点奏报？小女只是认识李玉衡，并没有任何私情。好，姑就想听这句话，那等李玉衡来了，姑要好好问清楚，到底有没有私情。老相国起来吧，姑相信你不会说谎的，毕竟你说谎就是对不起姑，更对不起父皇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这个瞎人，30年的废太子，基业怎么如此可怕？老爷，李公子来了。李公子还是以前那样从后门进来的吗？并非如此，李公子每次来都是走侧门，直接去小姐住的后院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，给我滚！小女后院所住之处有所藏书楼，所以李玉衡每次来借书都要经过小女的后院。那让人掌灯，孤王闲着没事也要借本书。太子御驾金樽，岂能让您亲自去？不知太子爷想看什么书，小女子这就取来。就是那本《江南12名妓风流秘系图》，一共36幅图，孤王要看江南才子原笔画本。太子，您竟然看这种书，不怕皇上知道了发怒吗？抓住救命稻草了，想威胁我了。孤王马上就要娶太子妃了，找这本书为闺房之乐助兴，难道这也有错？太子，你欺人太甚。就在此时，小贵子带着李玉衡走入了厅堂之中。臣李玉衡拜见太子。老相国消消火，姑方才都是戏言，怎么就气成这样了？不知太子星夜召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听说你跟徐令威情投意合，暗通款居，私底下常有来往。如今父皇有意点徐令威做太子妃，所以孤王召你来问问清楚。太子，这些话都是风言风语，臣与徐令威并无私情。臣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欺瞒太子的心思。但姑已在徐令威闺房搜出了你写的书信，还有来往的诗词，这你如何解释？那些书信和诗词都是以前写的，那时令威还未被点为太子妃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以前跟徐令威私通了？这太子莫非有意诬陷？我跟令威书信是有的，诗词唱和也是有的，但那些都是发乎情止乎礼，从来没有越轨之处。说得好啊，小贵子，让萧剑点齐玄武禁卫，封了徐令威的闺房小院，姑要亲自搜查那些书信和诗词。取官袍，备教字，我现在就去敲景阳钟，求见圣上。擅入宫殿敲击景阳钟者，杖100，流3000里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太子爷今夜如此羞辱，我这内阁首辅不做也罢。太好了，终于彻底得罪了这位当朝第一重臣。请。徐文清看着脸色惊愕的李清月，飞快地说着发生的事。万不可如此冒失！我并非冒失，而是必须如此。如果再不见圣上，任凭太子发疯，那我全家都可能不保。到时候你家玉衡也难逃一死。随我去东华门司礼监那边，我有熟人，可从侧门入宫，咱们一起面圣。太子爷，抄内阁首辅的家还没有皇上的旨意，那责任谁来背？当然是姑来背锅。我已让小贵子去取东宫太子印了，等会儿不管谁问，你就说奉了孤王之令，出啥事都是姑罩着你。这货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一会儿羞辱自己，一会儿要包自己的官职，这一转眼间又像大哥一样罩着自己。咋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信倒也没什么，只是让臣想到了一桩案子。说来听听。此案还是顺天府尹程明远告诉我的。10日前，白云观一对上香的姐妹惨死在了白云观旁的会仙山下。那姐妹死的地方有一片桃花林，现场还留下了酒器，但当天下过暴雨，所有痕迹都被破坏，除了死去妹妹手里攥着的半块玉佩，其他什么都没找到，所以找不到真凶。这信中写着李玉衡和几位朋友在桃花林下畅饮，喝得酩酊大醉，酒器都扔掉了。派个人叫程明远去菜市口，老子要当街审案子。我要得罪当朝2大权臣，就不信还死不了。
禀大人，萧指挥实行的是太子爷的动工令，你麻溜点吧，带上白云观杀人案的人证物证。速速备奏，我这就去。老夫子，这月发起了，太子拜哪门子爱啊？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？大人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怎么说？您想啊，就算太子爷要办案，也不该在相府之中，更不该在这个时辰。而且萧剑是皇上派到东宫守护太子的禁卫，他竟然带着兵马去了相府，这背后岂不是？你说明白点好不好？老子文化程度不高啊。恐怕白云观那案子跟相府有关，属下觉得太子爷是不想让徐家小姐做太子妃，所以玩了这么一出。还有就是内阁首辅徐文清最近跟八皇子走得特别近，所以这背后牵扯的是皇子之间的权斗，更是内阁跟太子之间的恶斗。如此说来，本官该如何办？那就要看大人想站哪边了。如果大人想站八皇子那边，现在就去衙门烧了那案子所有证物，然后上报太子自请罪责，那样您会落下失察之罪。但八皇子和徐相国必然保明，如果大人愿赌太子一把，那就带着所有证物，包括那个被咱们藏起来的证人，帮着太子把这案子给办下来。这可是一念错，全家死的局面。那朱先生，你的意思？朱先生，你倒是说句话。那个，本官在城西还有套宅子，刚买的，正想着送朱先生呢。大人，您应该一边倒的投向太子爷啊！大人，属下这双眸子不会看错的。太子并非昏庸之辈，不但不是废物，反而睿智果决，隐忍至子，未来必能继承大统。我陈明远这是忠于皇上、忠于太子的，来人，起奏。徐爱卿、李爱卿，不要作声，咱们看看这热闹。放心，朕并非是昏庸了，也不是袒护太子。若太子审不出个结果，有意为难你们的话，朕当场就废了他。程大人，你不是跟萧剑说这案子现场没有任何线索，所以一直破不了吗？但这状子上可清楚写着李玉衡的名字。太子爷，下官并未看到这份状子，绝不是有意欺瞒。你们既知道李玉衡是凶犯，为何不去顺天府投状？太子爷青天在上，我们是一名高官，哪能见到顺天府大老爷？按大用律，一名高官得从户籍所在之地的乡县府开始告成。这算哪门子规矩？程明远，你说孤王能不能废了这条以民告官的律例？太子爷，只有皇上能做这事，但是皇上也不会做的。为啥？因为大用律是太祖制定，而且还下诏后世子孙永不得更改。那等孤当了皇帝，难道也不能修改？我操，你不生活了别连累我啊！可以增设新律法，但不能改，也不能删。孤明白了，证人呢？先说下什么情况吧。李玉衡那日喝多了酒，带着一帮文友赏姐赋诗，恰遇到上香归来的姐妹俩，便强拉过来陪酒。姐妹俩不愿，就被醉醺醺的李玉衡当场灌酒。姐姐系李玉衡灌酒呛死，妹妹为救姐姐咬了李玉衡手臂一口，被李玉衡推倒时脑袋撞到石头而死。姓李的，你招不招啊？太子爷，我是冤枉的啊，求太子爷为我做主。没想到自己痴情一片的状元郎，竟是这种人神共愤的畜生。把李玉衡的嘴堵住，姑要上强度了。既然要用刑逼供，为什么又要堵住嘴？这犯人想招供也喊不出来啊！老程啊，那烙铁、铁刷子、勾肠子的都带来了吗？下官不知太子爷所言何物啊！烙铁你都不知道，铁片子烧红了，往身上一按，那个铁刷子嘛，就是犯人背上先浇热水，再用铁刷子刷一遍。主页还没介绍完，被堵住嘴的李玉衡拼命撞头，嘴里呜呜的，人人都听得出来，李玉衡意思是要招供。够了，我儿是被冤枉的，你不让说话是想栽赃吗？我招，我全招，人是我杀的，我知道错了，饶命啊！啊，这，青天太子爷，太子爷千岁，千岁！你们喊什么青天千岁？夫身为太子，有监国之责，如今朝中大臣之子竟然莫我王法，草菅人命，这是太子失责，是太子有罪。太子爷息怒啊！太子爷，罪不在您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朕终究是没看错这个儿子。皇上驾到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虾仁，此案你虽审明了，但所作所为有失妥当。此案事关重大，理应先交刑部大理寺，再呈朕预览。你身为储君，岂可越俎代庖，擅作决断？父皇，真照您这么审，这案子还能问出来吗？呵呵，怕是刑部大理寺那边还没问出什么，证人就死了，证物也没了，而这对可怜的老夫妇也将消失于人间。虾仁，这天下还在朕手里，朕不信能有这种事。父皇您不信就算了，朕知你心系百姓，急于惩恶，但国法森严，刑狱之事必得层层勘验。若人人如你这般直断，要三法司何用？我狗日的老太监又要点穴了。虾仁，你要记住，为君者当知缓急二字。回东宫后，将朕写给你的《借机用人篇》抄写3遍，好好思过。是，父皇。
李玉衡，此等畜生，竟是朕钦点的状元，还是个翰林，真是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。这畜生罪大恶极，天理难容。朕意已决，不必等秋后勾决了。这即明日押赴西市腰斩示众，久经客道无需复奏。刑部、督察院当场监刑，不得有误。徐文清，你养的好女儿啊！父皇，儿子犯罪，真的就要牵连父亲吗？太子这是要给李清月求情。不错，李玉衡犯了国法，但李清月只有教养不严之错，却无罪。徐阁老忙于朝务，也是疏于管教女儿，儿臣觉得也没啥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二人都不用治罪了。儿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两位阁老都是大大的忠臣。这货几个意思啊？父皇，儿臣今日也算立功了，本应赏赐的吧？现在不要了，只求父皇看在这点小功劳上，恕了两位阁老吧。太子也是疯了吗？不应该是落井下石吗？好不容易终得罪了两大内阁权臣，倒台了，不是白得罪了，他们得想办法弄死自己呀。那好，两位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10日，然后照常上班。太子妃之事，臣降谕无方，除了这等丑事，实无言以对君上和太子。这就派人送这不孝女去尼姑庵出家。这可不行，父皇，儿臣的东宫现在缺人啊，连个丫鬟都没有。我看徐令薇出家太可惜了，不如去东宫做个侍女吧。荒谬，放肆，瞎人！你这是失心疯了，口不择言。小女子愿做太子奴仆，以赎罪过。朕想起来了，前日已有旨意，让你自己挑选东宫侍从，也罢，就如此吧。这个顺天府尹办案有功，儿臣也很欣赏啊。有道理，这程明远入东宫詹事府，升左春芳学士，好生伺候你太子少主。是陛下，詹事府是东宫核心机构，相当于太子爷办公厅，左春芳学士便相当于秘书一职。这4篇，这下真是发达了。父皇，玄武禁卫指挥使，你没完了事吧？那是朕的侍卫。小桂子不就是您的密卫吗？您身边的人不早就在儿臣身边了。再说那个沈婕妤，您都给送到儿臣床上了。传皇上口谕，太子无良无德，圈禁东宫10日，只准送水，不准送饭。令玄武禁卫指挥使萧剑玩忽职守，谄媚太子，革去指挥使一职，入东宫为小侍卫。钦此。皇上这次是真动怒了，太子爷也知道了你身份，所以这次圈禁，你得看着太子。大哥，小九该怎么办？谁让咱们摊上这么个太子呢？你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太子，臣该如何救您？等10天后去东宫见姑，这几天你放假了。搬进来，都快着点！谁他娘的敢偷懒？看我不打死你个小崽子！这位婆婆跟我家的王嬷嬷竟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姐，不是长得像，就是老身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姐，这是要做太子妃了吗？不是太子妃，是丫鬟，以后得听你的。是不的，这主仆尊卑在那儿呢。你就当牲口使，他是犯了法的。那就给太子爷铺床吧。王嬷嬷，你真要使唤我？哟，令薇呀，老身如今是太子府的管家了。贵公公说那叫什么？那叫太子家令。我还是太子贴身丫鬟呢，大家不都一样？小姐，可记得婆子我是怎么弄春红那贱人的？太子爷，这疯婆子捏我，捏你咋地？他是管家，你是丫鬟，不听话还打你呢。王婆，这些好吃的到底咋回事啊？趁着太子爷您出去，老身就在附近转悠，然后呢，认识了不少公公。老身自作主张，花了5000两银票，收了7、8个干儿子。这几个干儿子就在外面替我打探消息。方才不久前传来话说，咱皇上老天爷要圈禁太子您，还说什么10天只送水不送饭。老身就斗胆，假借贵公公名义，让他们把今日御膳房里剩余的东西都给拉来了。俺的干娘，您可真是观音菩萨！这等厉害角色，真是看不出来。这手段该上，真不愧是千手观音铁算盘，铁腕秤砣女诸葛。这10天算是不愁吃喝了，先去睡觉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皇上说只送水不送饭，下官司是担心太子爷饿着，所以偷偷带来些点心，还有一份朝廷的报。程大人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这是个做大奸臣的料。好了，咱太子府的班底也凑齐了，那孤王就要立规矩了。孤王这里只有一条规矩，那就是一切都要服从命令。太子爷，我等都是您的亲信之人，难道还会不服您的命令？孤王所说一切服从命令，包括了违抗旨意也要听令的意思，也包括宫中密卫。太子爷，我在密卫中排行第9，哥哥们都喊我小九。被送到东宫的那一天，大哥就跟我说了，太监就好比出嫁的媳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所以您放心，我只听您的。下官心中永远听太子爷的命令，但若是旨意来，面上还是得遵旨行事的。也罢了，算你过关。
婆子，我进了太子府，就好比升天做了神仙。皇上是天子，那就是老天爷的儿子；而太子您是皇上的儿子，那就是老天爷的孙子。婆子听孙子的话，就是讨儿子的欢喜，也就是效忠老天爷。好，王婆你别说了，奴婢只听太子爷的。好，太子爷您为何不问属下？属下也可以效忠您的。你就算了。为什么？萧剑，别说皇上的旨意，就是你妹子一句话，或者你兰陵萧家的一封信，你就得乖乖从命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底报是专供皇子的禁底，你如何弄来的？太子爷，是属下花钱买的，不知道是哪位王府的官家偷偷拿出来的，官场上常有此事。程明远，你这个蠢货！太子为何如此说？晋西战知道吗？你做了太子詹事府的官，那就随时能接近孤王，所以有心人伪造了这么一份底报，借你手送到孤面前。那位有心人是何来历？不外乎孤王的几个弟弟而已。小桂子，你想个法子，偷偷去一趟大皇子府，就说孤王要看底报，他必然给你。经过对比，而两份底报内容几乎相同，唯有一件事完全不同，那便是入秋以来惊动朝野的黄河水灾。假底报上说这次水灾已经得到控制，朝廷也安排了赈灾事务，而真底报上却是各地雪片般奏折告急。你可明白他们为何弄个假底报蒙我？这是要太子爷您稀里糊涂的，还以为灾情结束了，自然毫无准备。那么皇上一旦问起您就栽得上，您就抓傻了。看来你还没彻底糊涂。太子爷，我们如何反击？反击个屁！孤王都被圈禁了，咱们就吃喝喝，好生过日子吧。架梯子，孤王要到楼阁上看风景。小桂子，你去屋里弄点茶水点心，等下送过来。好风须借力，送我上青天。这么大风吹下我摔死了，可就不是自杀了。我的太子二哥，偌大的风你还要上楼观风景，要不是我老13来得快，您怕不是要摔死在这儿了。老13。检测到宿主本质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被动浮生术，从高处跌落时发动，让宿主身子自动悬浮，极大减少了跌落而死的概率。13皇子明楚莹今年不过18岁，跟在4皇子身后管着户部那边的事务，难道大家都没看出来她其实是个女孩子吗？太子爷，我是请了旨才来的，4哥正在清理户部存疑，被8哥的门人拦住了，所以让我来请东宫令压一压8哥手底下奴才的气焰。有意思，徐令维，你去把桌上的太子令拿来给13弟。谢谢二哥。13爷如今也出来办差了，不愧是凤子龙孙，这气度果然不凡。咱13爷这身白衣裳，真比戏台上的小白龙还俊3分。这要是往城楼上一站，那满城的姑娘都得把手帕子扔满了。13香，你是有话要跟孤王说吗？婆子是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方才偷偷瞧了一眼13爷，有句话憋在心里，很想说出来。那你说吧。太子爷，婆子觉得还是算了吧。孤王看13弟也是有句话，不吐不快啊。太子爷，您想说什么？不如咱们各将心中所想写在掌心里，如何？婆子也识字的，还得是太子爷，您是老天爷的孙子，竟能想出这么巧的法子。于是两人在掌心写好字，然后慢慢展开，赫然都是一个女字。13香，你不想死的话，就守住自己的嘴。小桂子点了他的哑穴，憋他6个时辰，然后带到换洗的地方，关1日再放出来。干妈，您这是得意忘形了，在宫里头啊，时刻牢记一句话，那就是祸从口出。姑这是为他好，13香是有本事的，但弱点也明显，他大张旗鼓的收了那么多干儿子，要是把东宫里的一些事传出去，那不是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姑嘛。太子爷深谋远虑，高瞻远瞩，奴婢万分佩服。佩服个得啊！一个喜欢到处八卦的女人，再被点了哑穴，憋他个1天，那出来不得疯了，肯定是忍不住到处乱说的，那样我不就大祸临头了吗？不行，这样还不够。小桂子，你去宗人府要一份13弟的玉牒，再去皇室城查一下13弟出生时的稳婆名字，还有父皇的内起居住18年前恩宠妃子的进宫部，给我偷偷抄一份回来。这是嫌我死得太慢了。这一次必要让老皇帝对我动了杀念，或者当场就会赐死，也说不定呢。大郎，你看看太子这份折子。陛下，奴婢浅薄见识，这规者乃玄武之象，主长寿、智慧之意，以暗含国祚永昌的祈福。太子爷画了这玄武之规，实在赞叹陛下圣德天成，乃尧舜之君。吹，接着吹！公大，你也来糊弄朕？这龟首低垂，缩在壳子里，分明是暗讽朕龟缩不前，庸碌无为。你还替太子称颂，学会拍马屁了，等不及要逢迎新主子了。太子来了，让那畜生滚进来！老二，你跟朕解释解释，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父皇，公大在这儿不方便吧？那我走。
公大留下，一起跟朕听听太子的奇思妙想。父皇，这幅画要从13弟的事说起。老13，不许说，朕不想听你说。父皇要是不想儿臣开口，就请公大点了儿臣哑穴就是。但儿臣以为，身为天子就应该有这份胸襟气度，哪怕被亲儿子指着鼻子揭伤疤，也得听完再做处置。罢了，你说吧。我大雍朝以获得利天下，所以太祖爷指定了后世皇子取名的规矩。到了儿臣这一代，所有皇子都选火字旁的名。13弟本取名楚宣，但父皇您亲自勾去这个字，却给换成了个嬴字。嬴也带个火字，有何问题？儿臣还查到18年前的起居注，上面写了父皇的一句评价，说什么寅火非火，乃是假火。瞎人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13弟不是真皇子，是假皇子。儿臣还查了18年前父皇您宠幸妃子的时间，您第一次宠幸13弟的母妃后，不足3个月，13弟就出生了。还有稳婆说了，当时抱出来的是个女孩，所以说13弟其实是儿臣的13妹，甚至她都不是皇家血脉。哎，不错，朕认了。啥？就这么认了？这是朕的胸襟，是为君上统领天下子民的胸襟。哪怕知道了老13不是皇室血脉，依旧把他当儿子养大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13皇子的母亲乃是北蛮铁勒图白狼部落的公主，当时陛下征伐北蛮，同时面对3大部族，后方已经接应不上，必须要跟铁勒图部族联姻，为依照百姓，为我大雍王朝，陛下也只能如此。而那位白狼部落的公主从北蛮来到京城，足足用了6个半月，她是在出发后不久就怀上了孩子。为君者之难，这小子又如何知道？那位公主生下女婴还是不行，必须得是一位皇子，才能让铁勒图白狼部落满意。正是如此，只有我大雍皇帝有了白狼部落血脉的皇子，才能真的联姻，也只有如此，白狼部落才愿意牺牲性命，帮大雍征伐北蛮。儿臣还有2个疑问，稳婆知道这个秘密，伺候生产的宫女太监也知道，父皇为何不当时全体灭口？因为皇后生太子您的时候，就是李稳婆接生，虽没保住娘娘，但却保住了太子您健健康康，只为这个大功劳，陛下心软了，留下了她性命。这么多年了，13妹都已长大成人，父皇您有没有找过她的亲生父亲？朕从未找过，无论为君还是为父，朕不想也不屑去找那个人。我信你个大头鬼，但凡是个男人都不可能忍得住。哎，随朕出去走走。父皇为何把13妹交给老4看管？那是因为老4是第一个发现这秘密的人，当初他也如你一般，拿着玉牒和起居注来问朕，朕与他说的话也如今日对你说的一般。但老4有一点比你强，他孝顺，体谅朕的难处，所以自告奋勇抚养老13。4皇子勤勉自律，刚毅果决，人称冷面千岁。要说保守秘密，秘密办差，的确是他的长处，但要说孝顺，我深表怀疑。你是太子，朕早晚要把这江山交给你，所以你该奋发图强，带领你的弟弟们替朕分忧。朕这个皇帝如今有3大难事，你可知晓？儿臣知道，无非是太子懒，皇子争，诸臣结党而已。怎么听起来这么不着调啊？要实在难，不如父皇您退位吧。朕退位，交给你来当这个皇帝，你就能治好这个国家。父皇，当皇帝这么难，我可不成。我意思是您退位，然后咱把皇位交给老4或者老8，他们年轻能办事，肯定能治理好。搞笑啊！那朕与你这个太子又是如何下场？我带您去江南，咱们做买卖，逛青楼，好好享受人生。公大，把这逆子给朕插到养心殿外，罚跪。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初级全体闪避提升为中级闪避。召集大臣，召开紧急会议。今日朕与太子闲谈，太子说国事艰难，朕若是难办，不如退位算了。太子还说他也不想坐着皇位，不如把这宝座传给4皇子或者8皇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父皇，儿臣万没有这个心思。父皇春秋鼎盛，正当壮年，太子仁爱宽厚，国之储君，这都是我大雍的福气。儿臣只愿能为君父分忧，为太子办事。难得你有这片忠孝之心，今日就一议救灾赈济的事吧。公大，让太子滚进来一起议政。瞎人，你是太子，你先说，这次黄河水灾波及3省，该怎么办？儿臣想先听听弟弟们的意思。老大，你先说。儿臣以为救灾还是其次，要谨防民变。每次水灾，就怕那些灾民起来闹事，所以儿臣自请率兵入灾区，首要就是维持当地治安。太子，你觉得老大这话有没有道理？毫无道理，一派胡言。老大，我先不说你这法子对救灾毫无帮助，就说出兵这事，那是不是得花银子？如今救灾粮食还没着落，哪来的银子给你出兵？老三，你说说。儿臣以为这黄河泛滥乃是千古难题，所以得从古书中找法子。这治河之法，读不如书。昔日大禹治水，太子爷，莫非臣弟说的不对？
老三，你这是读书读傻了。大禹治水就算真的存在，那也是几千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黄河两岸还是一片荒地呢，所以凿开河道根本无所谓。而如今中原沃土千里，城池林立，你难不成要把两岸州县全给淹了，再凿个新河道出来不成？这治水之道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圣人之法岂会过时？圣人之法，那圣人的书上可写了如何安置百万流民，可写了如何筹措千万两制河银。你张口闭口引经据典，其实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什么正经事都办不成。你父皇，儿臣斗胆，想说几句。儿臣以为应马上赈灾，修好河堤。那老八，你说说怎么个赈灾的法子？河堤又该如何修？儿臣不敢专断，毕竟太子爷执掌东宫，总理六部，他一定早就想好了治理之法。太子爷都到这时候了，您得出来执掌大局啊！兄弟们都等着您发号施令呢。六啊，这题我会，踢皮球大法。老八，你稍安勿躁，我已派四弟去户部办事了，等他回来再说。不妙，难道老四偷偷去户部查银子了？父皇，如今灾情紧急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儿臣以为救灾治河最需要的就是粮食和银子，应立刻命周边省份调粮送往灾区，先稳住局势，然后再从户部拨银修理河堤，避免灾情扩大。虾仁，老八这两条建议，你看如何？父皇，还是等老四来了再说。就在此时，脚步声响，一脸坚毅的四皇子大步而来。父皇，儿臣已查明户部存银不足500万两，除去朝廷用度，可动用的银子不足30万，而且灾区周边省份今年欠收，根本没有粮食可以调用。这是老八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户部一直是你管着，竟然亏空这么多。还有下面的州府官员，明明天灾人祸，却一直在报祥瑞，事到临头才说没粮食，一个个都该杀。儿臣有罪。这个太子二哥今天怎的如此大胆，把自己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听着就那么爽。父皇，既然老四回来了，救灾之事刻不容缓，可否让儿臣安排一下？既是你派老四查清了户部和灾区事情，你安排吧。这次清查户部和灾区，是我辛辛苦苦没白没黑的查了整整3天的成果啊！太子轻飘飘一句话，把功劳全给抢干净了。四弟，你这差事办得好，下一步该如何应对？姑上次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就如实禀告父皇吧。上次？什么上次？我套吗？是，臣弟认为应当先调用户部可用银两，去还有余粮的省份买粮食，送往灾区赈济，然后派一钦差大臣前往江南筹集银两。江南3省，天下富庶之地，只要该钦差实心办事，一定可以办成的。这些都是太子跟你商量出来的？这特么狗屁的商量出来的，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好吧？正是，太子深谋远虑，早有安排，儿臣只是奉命办差。朕想派一位皇子下去，至于派哪个皇子筹集银两，朕不久便有旨意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薛阁老，您看皇上会派哪位皇子下去？这个李玉衡在儿子被腰斩后就病了，皇帝还多次派太医前去慰问，赏赐也比往日多了1倍。李清月的儿子死了，却死得恰到好处，避过了这么多的祸事，而自己的女儿还活着，如今却活得十分凄惨。薛阁老，您在想什么？皇上英明睿智，圣心烛照，岂是我等能随便猜测的？阁老啊，您就别打哑谜了，猜猜总是可以的吧？如果非要说的话，那除了太子，其他所有皇子都有可能。如今连14爷都要出来办差了，几位皇子都是天纵英才，各有所长，难说啊。不错，看来除了太子爷，谁都有可能做这个钦差的。那倒不一定。徐文清和诸人侧目一看，全都是浑身一颤。原来不知何时，虾仁偷偷挤在大臣之间，似乎听得津津有味。诸位别跑啊！孤有意前去江南筹银子救灾，诸位老兄可否帮个忙，联名上奏，举荐孤王为钦差啊！糟了，我书房里熬的一锅药汤要烧干了。太子爷，恕老臣无礼，先行告退了。四弟，你在想什么？臣弟在想黄河水患的事。今年这秋天十分古怪，黄河中游连日降下暴雨，沿河流中断，洪水一路向下，让人心惊。昨日收到河南布政使的急报，说郑州段堤岸已现裂痕，若再持续降雨，只怕这雨下不长。太子爷为何这么说？还有份奏折，你没注意？泉州府半月前报说有飓风登地，连大树都给卷起来了。半个月前，泉州府的飓风跟黄河水患有何关系？看来你是不懂，你也不可能懂这个。告诉你吧，这次水灾是台风在福建泉州一带登陆后，减弱为低压及残余环流，与西南季风结合，一路向西北延伸出水汽带，最终在秦山地形抬升作用下，于黄河中游引发了暴雨。因为是台风影响，所以雨势去得也快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四，这次筹银赈灾可有危险吗？太子爷您放心，不管多危险，臣弟都将赴汤蹈火，办好差事。讲得美，这次孤要亲自去，你回去想想办法举荐一下。
太子爷是来真的，就他下去江南筹款，这一路千里之地，路上有水患，有灾民，还有盗匪，他能有这个胆子，他不是在试探自己吧？13弟怎么没来上朝？父皇早有旨意，13弟不必朝会，有差事自会交给他办理。说起来，你看连14弟今年不过17岁，都已封了郡王，怎么13弟到现在还没有王爵之位？这也是父皇爱护之意。13弟少年心性，还需历练，不知太子爷为何问起13弟，是有差什么？我不久前见过老13，看他面如桃花，有些阴柔之气，正好京西的汤泉行宫刚刚建好，所以想着带老13一起泡泡温泉，滋养阳气。老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习惯那个优柔寡断、见面就死气沉沉的太子爷。13弟如今帮办部里差事，恐怕没时间陪您泡温泉。若是太子爷嫌一人寂寞，臣弟可抽空走一趟。你不成，你太丑了。莫非太子爷知道了13弟的身世？定然如此，否则他不会用泡温泉来试探。许久没出宫了，今日风和日丽，不如到4弟府上喝杯酒可好？前几日父皇有旨让太子爷在东宫读书10日，臣弟还以为您没得空闲出去游玩呢。什么叫读书10日？那根本是圈禁。不过今天父皇传旨让我上朝，那不明摆着放出来了吗？走了。4弟这几日在户部辛苦了。不敢，都是臣弟分内之事。也罢，今日不谈公事，咱们兄弟闲聊会儿。4弟，你素来博学多识，那依你之见，咱们众兄弟中谁能称得上英雄2字？大哥戎马半生，北征胡虏，南平蛮乱，军功赫赫，武艺超群，可称得上英雄。老大那家伙就是个草包，外强中干，他那些军功都是跟着父皇混出来的，你让他真的出兵放马，那肯定完完。太子爷到底怎么了？当着我面如此点评大哥，那肯定是三哥了。三哥博览群书，文采斐然，天下士子都称他为文人领袖，而且正在编书，那是要青史留名的。扯淡！老三终日吟风弄月，空谈仁义，不通时务，他算个屁的英雄！八弟贤名远播，礼贤下士，大家都称赞他仁德无双，这可算是英雄了。老八沽名钓誉，号称仁德，其实是伪君子，背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。老四你就被坑了好几回，这种人连枭雄都算不上。那14弟年少英武，弓马娴熟，父皇亦曾赞其为皇子中的英才，这可算英雄了。14弟才多大，英武算不上，还是个小屁孩。你说他，倒不如说13弟是英雄了。那臣弟就真的不知谁可算英雄了。4弟啊，让姑告诉你吧，天下英雄唯4弟与姑2人而已。四哥跟太子爷喝酒，为什么不叫上我啊？老13来的正好，我正跟太子爷论说英雄呢。那还用说吗？哥哥里面唯有咱太子爷称得上是大英雄。哎，惭愧，刚才应该开口就说太子是英雄。对了，我今个在外面闲逛，听路边人说前几日咱们京师出了个大豪杰，当街砍了九哥的管家老赵，顺天府的人去哪？那个大豪杰隔空飞剑，几个衙役隔着那么老远就被打倒了。杀那个赵管家的就是我，不过我没那么大本事，是顺天府的人看出了我身份，故意演的一场戏。老13，等下喝完酒带二哥出去玩玩，外面有什么乐子吗？那就得说三哥今晚要办的秋思宴了。三哥请了好多读书人，还有当代才子什么的，还请了个苏州来的戏班子。听说啊，戏班子有对姐妹花，长得好看极了。那咱们赶紧出发吧。老四，你好好读书，我要跟13弟出去玩了。三皇子，太子爷来了。老二来了，扫兴了，那怎么办？三皇子莫慌，宴会召开，戏照唱。你是？我是顺天府的周师爷。你有何妙计吗？只要把秋思宴改成愁吟救灾宴就可以了。妙啊！快来人，把酒宴撤掉，换上书桌笔墨纸砚。老三，你这是演哪一出啊？臣弟感念灾情严重，所以在府中借着宴会听戏的名义筹银救灾啊。三哥你有心了，我还以为今晚只是听戏喝酒呢。老三，你可别装了，什么筹银救灾，赶紧的把这桌子撤了，换上好酒好菜，那个什么云少府的班子也叫出来，听说里面有对姐妹花，那还不赶紧的喊进来，让姑乐乐。太子爷，我看三哥真的是在筹银子，您看这上面还写着筹银的数目呢。对，太子爷，此事绝无虚假。如今黄河水患，灾民遍地，难道臣弟还有心思开什么宴会吗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姑问你，今晚这秋思宴摆的是什么席面？也没什么，不过是普通的八珍席，80两银子一桌的。老13，你给二哥说一下，这都是什么好吃的？二哥，这是暹罗的燕窝，最顶级的血燕了。上次在八哥那里有福吃过一回，说是300两银子一碗的。菜，光这道就有8桌，你记一下，现在是2400两。二哥，这是长白山熊掌，倒也不贵，就是调蜂蜜用的金箔。8桌加起来，少说也得500两上下。这是松江府的4塞鲈鱼，市面上80两一尾，看三哥这一席面，20条鱼少不了，这就是1600两了。
老三，你那个云少府的戏班子是从苏州请来的吧？那得花多少银子？戏班子还得带着家事活，估计走的运河官道，这大河官船至少得包半个月送来，约摸着500两吧。那倒也不多。二哥，你先别急，这只是路上花销。那云少府的老班底来回一趟至少2月，包开花销就得2000两，算上角儿的打赏3000上下。再说见这些台子也得2000两。如果3个沿途再买几个丫鬟戏子什么的，那就13弟，你别说了，哪能花这么多银子？没这么多，真没这么多。老三，你这一场秋思宴总花销11327两。看看你筹的银子，这有300两吗？呵呵，连你宴会花销的零头都不足，你还说这场宴会是为了筹银子的？老三啊，你不老实呢！都怪那个出馊主意的周师爷，真想踢死他！你是何人？顺天府的师爷。原来是程明远的马仔，怎么来老三这里混饭吃了？小人不愿在顺天府尸位素餐，一心想追随程大人，奈何没有这个机缘福分。你起来说话。小人不敢。不敢，那你就跪着吧。你方才这句话说的就很狡诈。什么叫追随程大人？姑问你，程明远是不是赏了你一套宅子？听说至少值5万两。他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是程大人赏了小人的，小人一直没敢住，不过是帮程大人看着宅子而已。因为那宅子周边闹鬼，所以小人还花钱圈了闹鬼之地，准备请道士和尚做法事驱鬼，然后再把种地的百姓请回来。那宅子周边闹的什么鬼？是女鬼吗？太子爷，正因不知道是什么鬼，小人才圈了的，然后请法师驱鬼啊。周师爷，孤王给你出个主意，一个铜板都不用，保管你驱鬼成功。太子爷的意思是，鬼是阎王管的，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，当面就可问清楚是什么鬼，岂不是又快又省？老13，你派人找到城西宅子的地契，然后拿过来捐给老三。那宅子值5万两呢，孤全捐给你。这样一算，捐银远超你的花销，你这不就是真的筹银救灾宴了吗？你觉得孤王说的有无道理？有道理。那还不把这尸体拖出去，洗干净的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啊！我为何要怕这个柔弱无能、传言都要被废掉的太子？他欺人太甚，不如我密奏父皇，说太子在我府中诬故杀人。老三啊，你得帮姑一个忙啊！太子爷，您说，不管什么事，臣弟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就是今日之事，你老三得写个折子给父皇，把姑所作所为都写出来。难道太子爷能看透自己的心思？弟惶恐，万万不敢啊！今日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其中就有几位御史，他们必然会密折奏报父皇。老三，你要是隐瞒不奏，父皇会很失望的。这一定是个陷阱，我绝不能把今日的事泄露出去。就是来赴宴的这些人也都封口。太子爷，先看戏吧。狗贼，拿命来！误草，好机会啊，冲我来吧！姐姐，怎么办？这是那个当街杀人的高手，咱们打不过的，赶紧退！前辈你修为高深，是世外高人，为何要助纣为虐，当这个混账王爷的走狗？别走啊！你们2个小丫头，倒是弄死我啊！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全体闪避升为高级。得，又是白费劲。2个女孩子武功这么高强，为什么见到自己跟见了鬼一样？我的好哥哥，我的好太子爷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就死这了啊！哎，老三，真羡慕你呀，人家刺客都主动来杀你，姑想要这样的好事都轮不到呢。他这是在讽刺我吗？二哥，臣弟有罪，臣弟其实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刺杀。你知道原因？展开讲讲。请太子爷去书房细谈。半年前，臣弟奉旨前去青州赈灾，顺便命人缴了附近一个天连教的寨子。天连教不是早就销声匿迹了吗？这种贼人剿匪岂是那么容易剿灭的？就如荒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半年前我在青州就听下面官员说，如今天连教出了个厉害的教主，暗中发展教徒，手底下已有数万之众。那你继续说。臣弟缴了那个天连教的寨子后，在里面找到了个躺在冰棺材里的女人，所以什么啊？所以臣弟就动了心，让人把棺材和女人都给偷偷运到王府了。三弟，你这爱好委实是不同凡响啊！太子爷，您听我解释，那女人没死，不是死尸，她只是得了病，所以躺在宾馆里休养。谁知棺材和女人运到王府后，却成了大麻烦。如何个麻烦啊？那女人不出棺材，每日还得好吃好喝的伺候，谁都不敢碰她，哪怕沾到她的衣角，都会中毒抽搐，轻则残废，重则丧命。臣弟惊慌之下，悔不当初，甚至让人把棺材抬出去埋了。结果大半夜的，那棺材又回来了，还是躺在王府的密室里。此事未免有些诡异。那女人既然吃东西，那就会拉屎撒尿，难道她连这个都不离开棺材？她喝的是露水，吃的是鲜果，从来不吃五谷杂粮，更不吃荤腥之物。
那你为何不用火烧，或者干脆用弓箭或者石头弄死他？臣弟舍不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棺材女人竟是天莲教教主的爱妾，所以来刺杀臣弟的必是天莲教的女贼。皇帝这是把贼人教主的女人给搬回王府了啊！那如果我碰一下，岂不是死定了？老三，带过去看看那个女人。不可，若是伤到了太子爷，臣弟万死难辞其咎。方才孤独帮你挡了一剑，难道还怕死？老三，你可别逼二哥对你动手。太子，他这次睡着了，怕是3、5天才能醒。立刻马上把这棺材和女人一起送到东宫。二哥，这马车不见得能进宫里，东华门那边侍卫可不会放行的，所以臣弟觉得还是算了。无妨，只需对大内侍卫说一声，这是姑让外面玉匠雕刻的大手办，就是玉石雕像。公大，东宫小柜子那边可有密折？太子如何了？今日酉时3刻，太子爷自三王府饮酒归来，当时宫门已经下药。东华门的青龙侍卫禀告老奴得知，是老奴给开的东门。当时太子爷跟着一辆马车，车中有一玉石雕像，躺在冰棺内。玉雕棺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奴只远远看了一眼，因是太子之物，不好近前查看。老奴就多嘴问了太子一句，太子爷跟老奴说，那是大手办，就是匠人精雕细琢的玩偶，形似神仙戏文人物，可以放在宫中陈设把玩，有悦目赏心之功效。玩物丧志，真是玩物丧志，朕太失望了。皇上，虽然老奴只远远看了一眼，却觉得那棺材和玉雕很邪门。怎么个邪门法？老奴勤修莲花宝典多年，已得其中奥妙，而当时老奴体内气息隐然与那棺材里的玩偶产生了感应。你这是跟朕说什么武学修炼吗？爽快些！你这老烟狗到底是什么想法？老奴怀疑那棺材玩偶跟天莲教有些关联。你看看这几个折子，三爷竟然遭到刺杀，还是顺天府的周师爷勾结天莲教所为，是太子爷临危不惧，格杀了逆贼。皇上，这足以看出太子爷有勇有谋啊！朕可断定，这3份折子都是违心之言，肯定是老三跟他们说好了怎么写的。皇上，您是怎么看出来的？3个臣子性格官位各有不同，但他们的奏折说法却如出一辙，这还不是事先说好的？今日起收回这3人的密折直奏权，你明日就去吏部见李清月，传朕口谕，此3人既当，找个理由打发回家养老。朕不要这样的臣子。奴婢遵旨。真正让朕放心的，还是你们这些老家伙，跟着朕一起历经风雨，忠心耿耿。三王府是谁看着的？本皇上，宫六就在三王府当差，名义上他只是三爷府里的小太监，专管茶水的。现在就发金阙传书，让他进来一趟。朕要问问老三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时你可看清了，是太子挡在了老三面前，宁愿自己死，也要保护弟弟。奴才亲眼所见，绝无虚假。下人真有这份肝胆，实在出乎朕的意料。这个太子啊，有时候行事像个畜生，有时候偏偏又似个圣人。若皇上还想试试太子的心地，何不让他去江南筹营救灾？老奴觉得处理这种军国大事，便可看出太子真正的品性。公大，你是阉人，不可妄谈国事，下不为例。太子爷书房里有具棺材，里面躺着个玉雕的观音像。太子爷床上有具棺材，里面躺着观音。听说了吗？太子爷被窝里躺着个观音童子。太子爷躺在棺材里，让徐阁老的女儿打扮成观音童子，正在做那不可告人的勾当。这就是咱们大庸的太子，他配做这个太子吗？也去告状。老九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父皇，儿臣喝多了，所以才在宫中乱说话。太子爷真的没有做那些事。让你说你就说，你敢为止吗？父皇息怒，儿臣听说那个昨夜时候，太子爷躺在棺材里，让徐阁老的女儿打扮成观音童子做那个事。绝无此事，奴才昨夜就守在太子寝宫外，令微小姐住在东厢房，一夜安眠，并未出来过。这就好，儿臣听到这事的时候就说了，二哥人品贵重，岂会做出这种丑事呢？皇上，臣有本奏。折子就不看了，你有什么要奏的，直接说吧。遵旨，那棺材中躺着的并非什么玉雕，而是一个昏迷不醒的大户人，一个来历神秘、无人知晓身份的女人。林爱卿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此事是张御史在三王府亲眼所见，13皇子也看到过那冰棺，还有三王府赴宴的翰林们作证。朕知道了，不过眼见为实，尔等现在就随朕去太子书房看看。皇上，奴婢觉得这不算什么事啊，太子爷难道连女人都碰不得吗？这不是我那管家王婆子吗？怎么跑东宫来了？你是哪个宫的嬷嬷？一点规矩不懂吗？朕说话时轮得到你来插嘴？宫大，你别动手，让这婆子回话。禀皇上，王13乡是太子亲选的东宫家令，太子爷府大管家。东宫家令那可不是一般奴才，而是正五品的官员，非得司礼监上奏后，皇帝下旨才能担任。这都是什么事啊？虾仁这个太子胡闹！日姑强占了你身子，呵呵，你肯定不是什么教主的爱妾，除非你们教主修的是葵花宝典，哈哈，你明明还是个……闭嘴！没想到我唐双儿80年修得的天灵童身，竟被你这贼太子给破了。
卧槽，80年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其实是80个月，对吗？你这贼太子虽破了我80年苦修，却也助我完成了天星连环的至高境界。你我双修之法，性命相关，每隔1月就得重修一次，到时你也将练成天星连环，真是便宜你这个贼太子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检测到宿主本次求死失败，惩罚宿主获得被动万毒不侵，宿主对几乎所有毒素都产生免疫，以后再也不怕被毒死了。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肯定是有人告密了。这么热闹，父皇您这是带着兄弟们来看儿子的？这书房里哪来的水晶棺和女人？搜！这几个搜宫的太监动作麻利，搜查的时候很有目的性，而且满脸期待，就好像搜到东西就有赏一样。看来背后有人啊！启禀陛下，没搜到东西。其实还有个地方没搜到，那就是寝宫后罩房西边的茅子。不如这样，姑亲自带着你们4个去搜。那可委屈太子爷了。可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搜不到，姑可是要罚你们的。嘻，那是自然。方才太子那个表情到底有何深意？父皇，这太不像话了。这里毕竟是二哥的寝宫，岂能如此乱翻？这几个太监很是无礼，儿臣恳求父皇收回旨意，不要再搜下去了。不愧是8贤王，你闲的可真是时候。走，去看看他们搜的如何了。虾人，你大胆！姑刚说过要惩罚他们的，父皇何必大惊小怪？刚才你们4个搜宫的时候，一直看着老九，是不是在听他指挥啊？不说，那你就去陪那3个一起吧。太子爷饶命啊！是九爷传下话来，只要在东宫搜到东西，就赏我们4个1人5000两银子。啊！你们4个奴才为何要听老九的话？禀太子，俺们4个以前是九爷府里伺候的，后来被送回宫中当差，所以九爷算是俺们的旧主子。老九，你为何安排他们4个搜查？是不是担心其他太监办事不力，不敢搜这东宫府？父皇明鉴，这都是太监们构陷儿子，儿子绝没有指使他们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。朕亲耳所听，难道还有假？这4个奴才刚才搜宫时，眼睛就盯着你手指头，你手往哪指，他们就往哪翻，真当朕老眼昏花，看不清你的把戏。老八，你不是8贤王吗？怎么这个时候不闲了？老九，你不该如此啊！八爷是气急攻心，犯了探秘的老病症，怕是得回去养些日子了。送他回府，好生养病。老九，朕本来看你精明强干，又重情重义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玩这些花巧。你这么害太子，是自己想当这个继位人吗？既然父皇如此说，儿子，那就请行国法，处置儿子吧。朕现在觉得老九他似做不出这种畜生之事，也许内有隐情。都是太监作恶，跟九爷嗣无关联，愿皇上圣心多断，不要伤了天家和气。老九这是暂时放一放，但他今日种种仍可算得上是心存恶念，带回去圈禁10日，读书养性。老八不是在养病吗？老九就圈在八王府里，正好养病读书，凑一块。虾人，你还不知罪？父皇，我罪在何处？这是朕的皇宫，你这东宫也是朕指定的。朕只问你一句：军前拔剑，杀人见血，这是什么罪？当然是杀头的罪。父皇，您是现在砍我的脑袋，还是先送到死牢里？如果是先进死牢，那儿臣得准备些衣物和好吃的。太子所作所为深施朕望，罚他前去扬州筹银，朕继黄河水患。就这样吧，朕累了，宫大你留下，帮朕看着太子，不许他再出宫。不早了，回家吃饭。你们这是干啥呢？你是御膳里有老鼠头？奴婢这就去御膳房。等等。这老鼠头的脖子上切断面十分光滑，这不是御厨失误导致老鼠落进了汤里，而是有人专门切了个老鼠头，精心布置在碗里的。奴婢明白了，这是有人要给太子爷您一个下马威呀。看来姑最近得罪的人多了，难免就会出现这种事。御膳房那边不要惊动，姑要查清楚此事。奴婢想，这事还真不一定是御厨做的。当值御厨、上师局女官，还有总领御膳房的掌案太监，这些都是宫中老油子了。每日做什么饭菜，谁做的也都有记录，所以他们不敢也不会做这种掉脑袋的事。那就只有送菜的太监有嫌疑了。那倒也不一定。难道还有人能接触到这株御膳？洗碗的人才是最有嫌疑的。不会吧？宫中所有酒器和碗筷都是洗干净后送到御膳房备用，这用之前厨子不看的吗？看到没？这里面的淀粉这么多，就是用了机关。有人用姜粉混面包裹着老鼠头，在碗底平整的铺了一层，而梅菲露倒入碗里就会慢慢融化那些姜粉面。方才幸亏老程用勺子搅了一下，否则咱们得喝到一半才能看到老鼠头呢。对方此招甚是恶毒，精心布置，是故意要孤王吃到一半看到老鼠头。宫中洗碗的都是粗使宫女，而且每日轮值，这个好查。小桂子，你走一趟，看看有什么线索没？
你信不信小桂子什么都查不到？太子爷为何这么说？那个洗碗的宫女这时候应该已经死了。太液池方才有个宫女跳水自杀，捞出来已经没了气。上时局的人说，洗碗的就是那个宫女。还是太子爷深谋远虑，早就算到对方这一步了。其实不用查，姑已经猜到是谁指使的了。太子爷，此事奴婢一定要禀告皇上，请他为您做主。就这点子屁事，还需要父皇出手？姑难道不能出手了？小桂子，把这碗老鼠头玫瑰露封起来，姑要带着去找老八玩玩。再去随便找个粗使宫女，胆子大的姑带着一起。太子爷，随便找个宫女栽赃，这八爷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个老蠢货，八爷安排这种事，难道还会亲自来见宫女，亲自指使？老八最多也就会派个手下来操作这事，而且指不定中间传了几道命令，宫女长啥样他肯定不知道，顶多知道个名字。奴婢现在就去封了上师局和御膳房，不准任何人传了消息出去。不错，只要瞒住了宫女自杀的消息，老八肯定会被孤王辅助。可太子爷您出不去啊，皇上亲口下旨，要老奴照看着您，不许出宫的。那你真的能拦住姑吗？你敢拦着我，我就放火烧东宫。太子爷想出宫就出吧，老奴愿担一切罪责。太子爷，这丫头入宫时本来选入了上寝局做内侍，她却死活不愿意，为此出没了总管，就被发配到浣衣处了。当初为何不去寝宫服侍？禀太子爷，寝宫那边事多，一个服侍不好就要被打死的。洗衣服虽然累，但有吃有喝，也不用勾心斗角。知道要你来做什么吗？不知道，贵公公说有好差事让我做。那个跳水自杀的宫女叫什么？回太子爷，叫彩香。现在开始你就叫彩香，以前叫啥名就忘了吧。等会儿带你出宫去八王府，到了地方不管姑说什么问什么，你只要回答一个是字就可以了，你可懂了？是。办完事你就来东宫伺候吧，放心，姑的东宫没有那些烦心事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是。咱们兄弟吃螃蟹，太子爷那儿喝老鼠汤，实在是嘛。吃老鼠汤还是腥的，等太子爷巡视江南筹银子的时候，本王还要送他一份大礼。九弟，你胡说什么？太子爷是君，咱们是臣，受点委屈很平常，你不可胡来。太子爷带着小太监坐着马车来了，就在大门口。八哥，太子爷这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不该啊，办这事的宫女叫彩香，我手下管家亲自安排的，许诺她1万两银子，给她老家双亲置办500亩良田。那个彩香这会儿早该自杀了才对。来者不善，随我前去迎接。太子爷亲临王府，于情于理于礼法，都不得不见。管家，撤掉螃蟹宴。老八，二哥给你送好吃的来了，你这地方真可谓人间仙境。二哥我真想跟你换地方住。开个玩笑罢了，看八弟你吓的，东宫那地方想来八弟也是不愿去的，当太子没意思。这个点了，老八你吃饭了吗？臣弟回来后训斥老九到现在，罚他不许喝酒，不许看戏，乖乖在臣弟府中好生读书，以赎罪过。臣弟回来后听了八哥的训斥，真是后悔万分。二哥您宽宏大量，能原谅臣弟，真不愧是咱们大雍的储君啊。太子爷，自家兄弟别喊什么太子爷了，难道你连一声二哥都不愿叫？二哥您这是什么话？臣弟自是听您的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啊？当然是找螃蟹了，这螃蟹味可真香啊！还有桂花酒。怎么二哥我一来你们就把好吃的藏起来了？你看那不是螃蟹腿。二哥真是好鼻子，其实是老安亲王那边送来了一桌螃蟹宴，臣弟觉得老九正在圈禁，不该用这螃蟹，所以让他们撤了。那这么多规矩端上来，正好我也饿了。老八，这就是二哥带来的好吃的，赏你了。如何？这可是平常人吃不到的老鼠汤，赏你们3个，可别浪费了。太子爷，您这是何意？姑没别的意思，这碗老鼠汤本就是你们中的某个人送去东宫的，姑拿来赏还给你们。太子爷说笑了，我兄弟3人对您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，岂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？好，小桂子带彩香进来。彩香，这老鼠头是不是你放到碗里的？是。是不是这屋中某人安排的？是。安排你做这事的那人是不是许诺了你种种好处？是。那人是不是还传话给你，事成之后自我了断？是。可以了，小桂子带他出去。起来。老八，你这是要做甚？臣弟想问这位宫女一句话。不好，老八还是聪明啊，没被自己这一连串的操作给打懵。那个托付你办事的人长得什么模样，叫什么名字？
完了，这不就露馅了吗？禀各位爷，那人看上去30来岁，身高5尺3寸上下，左边脸上有颗黑痣，痣上长着2根毛，一根约莫6分长，另一根3分左右。他说话时能看到缺了颗牙，腰上系着条玄色革带，怀里揣着新制办的蟹八剑，什么小锤、镊子一应俱全。他用的是假名字，自称叫张有德，说话带着保定府那边的口音。这个人也不见得就是老石，我呸！这个人也不见得就是咱们兄弟的人。老石正好帮我管着宗人府，让他现在就去查。不必了，我已经知道此人是谁了。敢问太子爷，觉得是咱们兄弟中的谁做了这大逆不道之事？所以真要孤说出来嘛？孤为太子，若是当场揭穿某人面皮，那必要传到父皇那里。咱们为人子者，最讲究的就是个孝字。此事姑不想让父皇知道，不想让他老人家操心，咱们兄弟私底下解决，不是更好？二哥，您能这样想，臣弟感激不尽。既如此，二哥想如何解决呢？只光这碗汤，大家就还是兄弟。对了，听说你这还有2位天师府下山历练的道姑，一块送当丫鬟吧。此时楚叶方才的话中之意，他才明白，吃了这碗汤，今天的事就算了。如果不吃，那就去老皇帝那里说个清楚。石皇子慢慢走过来，躬身行了一礼，然后拿起了银手。你可真的见过那个脸上长毛的男人？见过，他是假冒御膳房送柴火的人进的大内，就在太液池边见了彩香姐，2人说了好一会儿话，彩香姐还跪下给他磕头。这么巧，那个洗碗的彩香跟人密谋时就被你给看到了。太子爷，这并非巧不巧的，宫中洗碗所用之水都是从太液池旁边的井里取的，而我们换衣的宫女们也在那儿取水用。原来如此，为何你只见过那男人一面就记得这么清楚？还有你的眼神也太好了吧！禀太子爷，奴婢天生就是如此，小时候学描红，婶子姐姐们得学好久，奴婢那时不过5、6岁，只看一眼，随手就可画出来。你原来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没有名字，家里被大水冲了，人都死光了，没来得及取名，就稀里糊涂被拉到了人世，也不知道卖了多少次，谁知就选进了宫里。在宫中，他们只喊我小七，因为选宫女的时候，我排在第7位。以后他就叫彩香，和后面车里的2个一起都留在东宫做姑的贴身丫鬟。彩香妹妹那自然是好的，就是后面那2位，他们怎么了？这俩丫头可是八王府出来的，又是什么张天师的女弟子，来路不正啊！万一留在东宫，却成了八王爷的探子，那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好妙！这好在何处，妙在何处啊？有这俩密探，那自己所有动作都在八王眼里，对方要害死自己更方便了。小桂子，回头东宫招人，就去各个王府里要丫鬟啊、太监啊，什么婆子、侍卫的，他们王府都训练好的，咱们弄来就能用，岂不是又好又妙？这不是要把东宫做成密探云集的地方了？太子爷是故意说反话的吧？是时候计划下南下赈灾作死的事宜了。我再不死，都快无敌了。